今天我和你说一说，一个人在中国饭馆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中文。如果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也可以，几个人也可以你去中国的饭馆，去一个小饭馆或者大的饭馆，小饭馆、大饭馆都可以。你去饭馆吃饭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边看图一边说，这是图，我们一边看图一边说。好，看第一张图这个图里有我们故事的主角，故事的主角是这个男生，他是一个男生，不是女生。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他穿蓝色的衣服。好，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，我们给我们故事的主角起名字就是给他一个名字，我们想一个名字。好，我想好了，我给他起的名字是小蓝，因为他穿蓝色的衣服，和我一样，我也穿蓝色的衣服，我也是小蓝。他是小蓝。好，那小蓝想去饭馆吃饭，他去饭馆吃饭。那这个图里的穿白衣服的人，我们说他叫服务员。服务员是在饭馆里工作的人，在很多地方工作的人都可以是服务员在很多地方。那在商店里工作的人也可以是服务员，那这是他的工作，他为别人服务。好，那这个服务员他可能会说什么呢？他会问你有预定吗？预定是你可能先打电话说我明天要去那儿吃饭，我预定一张桌子。那我们是三个人吃饭后天不是后天，是明天我们晚上6点去。那这是预定，你可以预定一张桌子。那在中国大部分小的饭馆不需要预定，小的饭馆很多都不需要预定。那很大的饭馆和非常火的饭馆就是很多人去的饭馆，那是很火是吧？所以小的不用预定。那这个服务员可能会问他，
你是几个人？你有预定吗？那如果这是小的饭馆，不用预定，服务员问你是几个人？你是一个人吃饭，还是两个人吃饭？他是一个人吃饭，对，他是一个人吃饭，但是服务员还是会问，因为有可能一会儿他的朋友会来，是不是？服务员还是会问一下，他会问一下，因为有可能他现在是一个人，但是一会儿还有别的朋友也来，那就需要一张大的桌子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的故事，小蓝是男主角。小蓝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，那他只是一个人吃饭。我们说他今天是一个人吃饭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张图，服务员带着小蓝走到他的位置，走到什么位置？走到坐的位置。看，这是我坐的地方，那这是我坐的位置。那位置是一个更大的地方，所以小蓝坐的位置是这张桌子，这个桌子，他坐在这个桌子这儿，所以服务员带小蓝，带着他呢，就是说，来，和我一起来，我带你去，走这里，我带你去。服务员带着小蓝走到小蓝坐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是一张桌子，好，第三张图看小蓝要做什么啦？小蓝手里是什么？小蓝的手里是为什么小蓝有三个手？看到了吗？一个手，两个手，三个手，哇，好吓人，有三个手啊！这是我的豆包 AI，傻傻的。好，小蓝的手里是菜单儿。平常你读这个拼音的时候是菜单，但是口语里说的时候，你可以说菜单儿，听起来更口语。所以小蓝在看菜单儿，这是一本菜单，也可以说一本菜单。那这是一本，看，这是一本。那这个菜单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页，这是一页，这是一页，这是很多的页，那一页，两页，三页，所以这是本儿，一本儿。那这个菜单上有很多的菜，
有很多的菜，所以小兰在选想吃哪个菜，她在选，她在看，她在选菜，这个好吃吗？还是这个好吃？这个好吃吗？还是这个好吃？那第三张图里也有服务员，服务员站在桌子的旁边，服务员的手里是什么？服务员的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服务员的手里拿的是一本菜单。那好，我们看下一张图。那这张图里，我觉得小兰想好了，她要点什么菜。小兰想好了，我要吃这个，她想好了。那想好的意思就是她想了，然后决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要什么了。所以小兰在点菜，她在点菜。点菜就是告诉服务员她想吃什么，她要告诉服务员，她说，服务员，我要这个菜，我也要这个菜，那在点菜的时候，这个说法用的最多，这个说法，来一份儿什么什么什么，来一份儿什么什么什么你能给我来一份儿这个菜吗？你能给我来一份儿这个菜吗？这是非常非常地道的说法。地道就是中国人都说，中国人用最多，中国人说的很多，这是很地道的说法你能给我来一份儿这个，来一份儿这个，所以来一份儿是点菜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说法。好，我们看第五张图。那这张图里小兰在做什么呢？我觉得小兰吃饭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，她想上厕所。那厕所是洗手间，但是厕所是很口语的说法，那洗手间是很好听的说法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说你要去做上厕所的事情，那在厕所里做的事情这是在厕所里做的事情，那你可以说我要去上厕所。的意思就是你在厕所里做的这个事情，可能是这个事情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。那在厕所里一般人做两种事情，是吧？这种事情和这种事情
那这两个事情你都可以说我要去上厕所，去上厕所。上厕所的意思就可以是这个事情和这个事情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去洗手间，去洗手间，洗手间是一个更好的说法。那去洗手间，它可能是去洗手间洗手，洗手，这是洗手，也可能是去洗手间整理衣服，整理我的衣服，不好了，那我要整理一下，这样整理一下我的衣服，也可能是我的头发乱了，乱了。那我要整理头发，整理头发。看，头发好了，头发好了，这是整理头发。那你去洗手间可以是洗手，洗手可以整理衣服，整理衣服，整理衣服，可以是整理头发，看看。整理头发，整理头发，整理头发不一定是这个和这个，不一定是这个和这个。所以上厕所、去洗手间意思不大一样，不是很一样。那好，小兰现在要去洗手间，她去洗手间，我不知道她要在洗手间做什么，不知道，她可能在洗手间上厕所，那上厕所就是这个或者这个这个或者这个。他去洗手间这个地方上厕所，上厕所的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，可能是这个。好，然后服务员告诉他洗手间在哪里服务员说洗手间在这儿，洗手间在这儿，你去吧。请，好的，好。最后一张图看这个图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小兰在做什么？小兰在结账，她在结账结账有两种说法，有两种用的很多的说法，都用的很多。这两种说法都用的非常多，一种是结账，那就是你吃完饭了，然后你给钱，是吧？你问服务员我的饭多少钱？我吃的饭一共多少钱？然后服务员告诉你100块钱，100块钱，那这是结账，也可以说买单，他在买单，买单和结账用的差不多一样多，他在买单但是我觉得买单没有结账那么口语，结账更口语。对，我觉得结账更口语，买单有一点更好听，可能更好听，对，更书面语一些。那你看这个单就是服务员手里拿的，这个就是单单，我要买单，那他会给你这个东西上面写着你一共花了多少钱，这个菜100块钱，这个菜
30块钱，这个菜20块钱啊，那这是一共多少钱啊？一共多少钱？那他要给钱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小兰在结账，也可以说小兰在买单，买单。那这个单就是这个服务员手里拿的东西，这个叫账单，结账的账，买单的单，这个东西叫账单。上面写了什么呢？上面写了这个菜多少钱，这个水多少钱，你用了多少钱。这个叫账单。好小兰结完账以后，他就走啦。所以这是在饭店，饭馆是小的口语的，饭店更大的地方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在中国的饭馆或者饭店吃饭的时候说的话，现在你也可以去中国的饭馆吃饭啦，你会说啦，是不是？